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生酮？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管理体重，我个人透过生酮饮食管理体重也是很成功的。但是有一些人会告诉你说，生酮饮食对他来说体重管理一点帮助都没有。其实生酮这件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做了之后体重管理的结果和效果都一样的，每一个人的代谢特征不一样，指的是我们身体代谢食物的特征，代谢能量的特征。身体特别容易堆积脂肪的人呢，用生酮饮食的方式去处理体重问题呢，效果特别明显。我就是那一种。如果你的代谢特征本来就不是那种很容易堆积脂肪的，可能对你的体重管理会有一点帮助，可是跟我比起来的话，可能差别很大。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代谢特征不一样，它在体重管理方面给你带来的好处和贡献是不一样的。我认为生酮饮食是一个非常好的饮食模式，并不是简单的因为它对我的体重管理有帮助，所以我推崇生酮饮食。首先，我们先把生酮饮食的目的先搞清楚。你把生酮饮食学会了以后，仅仅是为了管理体重，非常浪费，非常可惜。因为生酮饮食可以把你身体的健康带到一个你过去完全不敢想象的地方，它对你身体健康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生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的身体得到终极的健康 （ultimate health）， 终极健康，不是一点点健康，是终极健康。那这个概念跟追求这个目标，在现代人来说是非常奢侈的，非常不容易取得的。但是我个人的经历还有我学习到的科学知识告诉我，是完全可能做得到的。达到终极的健康，生酮是手段之一，生酮不是全部，可是生酮是重要的一个环节。什么叫做生酮？意思就是你的身体生出酮体来了，所以生酮了。什么样的状态下面你的身体会生出酮体？你的身体基本上一天到晚都是燃烧脂肪了，今天如此，明天如此，后天如此。燃烧脂肪是你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那么你的肝脏呢，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它就会开始分解酮体出来了，所以这个叫生酮了。无论你身体要燃烧什么能量，这个能量的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于你的饮食我们食物里面的热量来自于碳水化合物，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脂肪。食物里面的热量就这3个来源，它可以燃烧来自于碳水化合物的热量，转换成了葡萄糖。我们的细胞可以燃烧脂肪酸，我们的细胞不能够燃烧蛋白质，所以我们人的身体的燃烧的能量的选择就是葡萄糖或者是脂肪，这是2种选择，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我们的身体呢优先燃烧葡萄糖，不是喜欢，不是它的选择，是如果你身体里面同时有葡萄糖同时有脂肪的时候，我们身体会优先把葡萄糖给燃烧掉。你不要把它解释为我们的身体比较喜欢燃烧葡萄糖，不。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喝酒的话，我们身体会优先把酒精的热量燃烧掉，你不会解释成你身体比较喜欢酒精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要客观。如果你的身体里面还有你的饮食里面始终都有葡萄糖的存在，它就不会去燃烧脂肪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想生出酮体来的话，我们就要把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在我们的饮食里面减到越低越好，越低越好，然后把这一部分的热量换成了脂肪的热量，这个是它的基本原理我们为什么要生酮？酮体是什么？有很多人听到酮体以后觉得它是负面的东西酮体本身是一种能量我们身体的细胞可以燃烧酮体。事实上，我们的脑细胞非常喜欢燃烧酮体。证据在哪里？刚刚出生的婴儿，他的脑细胞全部是依赖酮体的。出生几个小时之后，婴儿就生酮了。婴儿食物里面的脂肪从哪里来的？母乳里面来的。出生母乳的热量，它的结构 55% 是脂肪39% 是碳水化合物，只有 6% 的蛋白质。出生的婴儿他身体不会燃烧脂肪酸，因为他身体的肌肉各方面都还没有成熟所以呢，母乳里面的脂肪直接去到婴儿的肝脏，在婴儿的肝脏里面直接转换成酮体。这些酮体给婴儿的脑部功能在脑细胞发育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酮体是我们身体很乐意燃烧的一种能量我们身体把酮体燃烧完了以后，排放出来的东西就是二氧化碳跟水了，在身体里面没有污染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的身体燃烧葡萄糖的话，身体会分解出一种物质叫做乳酸。那乳酸如果量不多的话没有问题的 ，OK 是平衡的。如果你身体能够很顺利的把乳酸排掉，它对你也无害的。可是如果你运动量比较大，你耗氧量比较大，你制造乳酸比较多的时候来不及排，乳酸多了
对我们是有害的，酮体对我们是无害的。你要如何做才能够进入生酮状态？当然你需要改变饮食，在你身体燃烧葡萄糖和燃烧脂肪的中间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胰岛素。所以你的胰岛素低了，你的身体就有燃烧脂肪的可能性了。你的胰岛素高了，你身体就不会燃烧脂肪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饮食必须做出改变。如果你去看热量的配比啊，你不要管你一天吃多少热量，1500卡路里、2000卡路里、3000卡路里，现代人高糖饮食的配比大约60%到70%的热量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的，然后呢20%、30%的热量来自于蛋白质的。然后有少数的热量来自于脂肪，因为现在的人绝大多数的人是不敢吃脂肪的。如果你要改变成希望你的身体开始生酮的话，非常非常教科书等级的去说生酮饮食的热量配比的话，你的饮食热量70%来自于脂肪，25%左右来自于蛋白质，剩下的5%来自于蔬菜类的碳水化合物，不是淀粉类的，不是添加糖类的，蔬菜类的。你的热量配比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按照这样的结构去吃，几天之内你可以顺利进入生酮状态。但这不是100%的人，有一些人例外。但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个配比呢，完全可以满足你进入生酮的需要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仅仅是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酮体是什么，为什么要生酮，生酮的饮食热量的配比是什么。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刚刚开始要介入生酮饮食的时候，往往非常迷茫，这个配餐不知道怎么配。我看到有很多人拿了手机的 APP， 把吃的食物全部称重量，称完重量以后输入到 APP 里面，他要弄清楚他一天到底吃了多少的脂肪，多少的碳水化合物。第一，这样很痛苦；第二，这个不可持续的，你不可能永远这样子安排饮食的。我们在未来的视频里面会教大家非常简单、非常轻松、非常容易的方式去满足你配餐的需要，完全不需要用称重量的方式来决定你怎么吃。我们在未来会告诉大家生酮饮食的误区在哪里，生酮饮食对健康带来的好处应该如何去处理。你对于所谓的酮酸中毒这件事情，你需不需要关注？在这个生酮的这个过程当中，轻断食对你来说重不重要？我们在未来的视频里面一点一点的跟大家分享。关注波比健康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